很多受過現代教育的朋友在接觸信仰時，都会遇到一個巨大的絆腳石——神蹟。大家會覺得，我現在具備了基本的科學素養，知道地球繞着太陽轉，知道進化論和物理定律。但我翻開聖經一看，什麼分開紅海、處女懷孕，甚至驢子說話，這不就是古代神話故事嗎？很多人因為這些記載，直接判定聖經是反科學的迷信，不靠譜，從而把整本書都扔了。今天，我想用我們理科生熟悉的邏輯，像剥洋蔥一樣，分3個層面把這個問題拆解清楚。在本期節目開始之前，如果您覺得我的解說對您有幫助，還請記得點讚、關注、轉發，讓更多人可以從理性和邏輯的角度認識到上帝的善和美。接下來言歸正傳，首先我們來看邏輯的第一層，分清反科學與前科學。首先，我們要糾正一個概念。不符合當今科學描述，不等於反科學。聖經不是一本科學教科書，它是上帝給人類的家書和啟示錄。你想想，聖經最早的經文寫於幾千年前，如果上帝在那個時候非要把量子力學、廣義相對論或者地球自轉角速度寫進去，那當時的人類根本看不懂，這書連第1代都傳不下來。所以，聖經使用的是現象學語言，也就是從人類肉眼觀察的角度去描述事物。這就好比今天最頂尖的氣象學家依然會說日出、日落，而不會說地球自轉導致太陽視角改變，這種聽起來晦澀的大實話。伽利略有句名言說得特別好，聖經是教人如何上天堂 （Go to heaven）， 而不是教人天體是如何運行 （How the heavens go）。把詩歌當成實驗報告來讀，是讀者的誤解，不是書的硬傷。這時候肯定有人會問，好，就算語言是通俗的，但核心事件呢？處女懷孕、死人復活，這些明顯違反了自然律啊！這就要涉及到我們的第2層邏輯了，即神蹟的本質，它是我們宇宙的物理引擎與控制台指令。這裡有一個認知的邊界，科學依靠的是觀察和歸納。科學告訴我們，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人死不能復生，這點基督徒完全同意。但神蹟之所以是神蹟，那是因為它是科學規律之外超驗性質的現象。如果死人復活像日出一樣符合科學規律，那就不是神蹟了。這裡涉及的是你對宇宙的基本預設。如果你把宇宙看作一個封閉的盒子，盒子裡只有原子，那麼神蹟確實不可能。但如果你承認有一位造物主，宇宙其實是一個開放系統。順着這個開放系統的思路，作為一個理科生，我建議大家把宇宙看作一個超大型的多人在線角色扮演遊戲。在這個模型裡，什麼是科學？科學就是我們這些遊戲裡的玩家通過長期觀察總結出的物理引擎規律。比如，人不能穿牆 ，HP 歸0就是死亡。我們看到蘋果落地總結出萬有引力，水會結冰，會沸騰，這叫科學。在這個模型裡，什麼是上帝？上帝就是這個遊戲的開發者，他是創造者，同時也擁有管理員權限。那麼，什麼是神蹟？當聖經記載神蹟時，並不是說物理引擎崩潰了，而是開發者輸入了一行控制台指令，進行了外來干預。不管是調整流體參數分開紅海，還是回滾數據讓死人復活，亦或是接管硬件讓驢子說話，這都不是反科學，這只是高級權限介入。有人可能會覺得聖經裡驢子說話太荒謬，是神話故事。但你想想現在的 AGI， 我們人類作為次級程序員，都能把一堆沙子合規變成能說話、能寫詩，甚至通過图靈測試的 AI。如果人類都能讓無生命的石頭說話，那上帝作為中級程序員，臨時接管一只碳基生物的發聲器官，又有何難？這不是生物進化，這是上帝的神之干預。這個類比甚至完美解釋了什麼是道成肉身。這就好比開發者上帝決定親自登陸遊戲，編寫並創建了一個叫耶穌的角色。當他進入遊戲後，他必須把自己限制在這個角色的模型裡，也就是耶穌的肉身。所以他會餓，會痛，但他依然保留了管理員權限，在必要時刻調用控制台進行外部干預。這也順帶解釋了大家最疑惑的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沒有神蹟了？因為管理員通常只在重大版本更新，比如救贖計劃上線或者修復嚴重 bug 時，才親自登錄 GM 賬號進行干預。平時服務器是按照設定好的自動化腳本，也就是我們熟悉的自然科學規律平穩運行的。第3層，我們來談談上帝為何隱藏。我們會從機制分析到心意。
聽完剛才的遊戲模型，你在邏輯上可能已經通了，但你可能會問，既然是版本更新，那這更新週期是不是也太長了？如果上帝真的愛我們，為什麼要讓我們在沉默中等待2000多年？這看似冷漠的沉默，其實包含了極深的用意。第一，維度的差異。我們覺得幾千年很漫長，因為我們活在线性時間裡。但上帝是劇本的作者，他在時間之外。對於永恆的上帝來說，耶穌復活，人類的歷史都可能只是一瞬之間的事。第二，必須隱藏才能賦予自由。如果上帝像太陽一樣每天掛在天上，動不動就顯神蹟，那人類就沒有不信的自由了，只有被迫屈服的恐懼。上帝想要的是我們發自內心的愛，而不是被大能震懾的奴隸。所以他必須保持足夠的距離，讓你依然有選擇拒絕他的權利。有人問，上帝給人自由，結果不信卻是下地獄，這難道不是搶買搶賣嗎？真實情況是，地獄不是上帝造的刑房，而是服務器斷聯。上帝是愛與光的源頭，你可以把它想成服務器，你有權拔掉網線，選擇單機模式。一旦斷聯，你就失去了光照和供暖。那種黑暗和虛無不是懲罰，而是你主動切斷電源後的需要承擔的自然後果。第三，沉默不是空虛，而是寬容。現在我們正處於的這段神蹟真空期，其實是上帝按下的暫停鍵，他在等待更多的人上船。如果他今天就介入，結束遊戲，那很多還沒信主的人就再也沒有機會了。你還可以把它視作一個男生向女生求婚，耶穌的犧牲就是男生向女生遞上了最珍貴的戒指，並許下了誓言。在那之後，他不再每天重複告白，而是安靜地等待回答。整個宇宙最大的神蹟就是耶穌曾經復活。既然它已經發生，代表上帝最重要的福音已經發出。現在是我們的回應期。朋友們，回到最開始的問題，很多时候我們將神蹟拒之門外，不是因為沒有證据，而是因為我們潛意識裡的循環論證。因為我不信神，所以神蹟不可能；因為神蹟不可能，所以聖經是假的；因為聖經是假的，所以我不信神。其實無神論者自己也相信這一生只有一次不可重複的奇蹟，比如宇宙大爆炸，比如無機物演变成生命。無神論把這歸功於幾率，而我則把它歸功於上帝的手。路加福音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問題往往不在於腦，而在於心。不是大腦意識不到證據關不關鍵，而是心裡願不願意臣服。我也認同，這種等待確實很漫長，甚至很痛苦，但這正是信心提煉成金的過程。也請記住，這個充滿了物理定律的遊戲世界並不是永恆的，哪怕服務器運行的再久，終有一天也會關停。到那一刻，你在這個世界裡積累的所有金幣、等級、科學成就都會瞬間清零。當屏幕熄滅，當你摘下肉體這副 VR 眼鏡，睜眼面對那位開發者時，我希望你看到的不再是那位僅僅擁有管理員權限的威嚴造物主，而是一位期待已久、張開雙臂的父親。不要讓遊戲裡的規則限制了你對現實的渴望，也不要因為還沒看見神蹟，就錯過了回家的路。如果你覺得這期視頻對你有幫助，還請記得點讚、訂閱和轉發。我們的頻道目前訂閱還不足100人。你的支持將會對頻道成長非常有幫助。如果你對信仰有任何困惑，也請在留言區評論，與大家分享你的疑惑。這期節目就到這裡，我們下期再見。